你知道什么是超导体吗？超导体是一种在极低温度下电阻消失、电流无限流动的物质。这意味着超导体可以制造出强大的磁场，让物体悬浮在空中，就像电影《哈利波特》里的飞天扫帚一样。超导体还可以用来制造高效能的电子元件，提升计算机和通讯的速度和性能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了超导体，我们的生活会有多么美好和方便。但是，要让一个物质变成超导体并不容易。目前已知的超导体都需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发挥作用，比如接近绝对零度零下273.15摄氏度或者更低。要达到这样的温度，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设备，所以超导体的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科学家们一直梦想着找到一种常压室温超导体，也就是在常见的压力和温度下就能表现出超导性质的物质。这样的话，超导体就可以广泛地用于各种领域，为人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韩国 LK99 常压室温超导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LK99 是由一组韩国研究人员在1999年发现的一种含有铜、铅、磷和氧的化合物。他们声称 LK99 在常压和高于127摄氏度 400K 的温度下就能表现出零电阻和梅森效应，这两种都是超导体的典型特征。如果这个说法属实，那么 LK99 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常压室温超导体，也是科学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。不过，你可能会好奇，既然 LK99 这么厉害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它被广泛的使用呢？原因是 LK99 的超导性还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验证。目前只有发现者自己发表了相关的论文，但没有经过同行评审或者其他研究团队的复现。而且，有些人对 LK99 的实验方法和数据分析提出了质疑和批评。所以 LK99 是否真的是一种常压室温超导体，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证实。不过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 LK99 的好奇和期待，毕竟它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材料，也许会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南千水，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，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。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，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钮，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可能已经知道，一个物质的电阻是指它阻碍电流流动的程度。一般来说，物质的电阻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，因为物质中的原子会更加活跃，对电子造成更多的碰撞和散射。但是，超导体却有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就是当温度降到一个关键值以下时，它的电阻会突然变成零，这就是超导转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超导体就进入了超导态，可以让电流无限地流动，而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。相反，当温度高于关键值时，超导体就回到了常态，表现出正常的电阻。这就像是你在冬天穿了一件厚厚的外套，想要跑步时会感到很沉重和缓慢，因为外套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摩擦力。但是如果你突然把外套脱掉，你就会感到轻盈和快速，因为摩擦力消失了。超导体在常态下就像是穿着外套的你，在超导态下就像是脱掉外套的你。关键值就像是你决定要不要脱掉外套的温度。那么，为什么超导体会有这种奇妙的性质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叫做 BCS 理论的东西。BCS 理论是由巴丁、库珀和施里夫3位物理学家在1957年提出的，它是目前最广泛接受的解释超导现象的理论。BCS 理论认为，在超导态下，物质中的电子会形成一种特殊的配对，叫做库珀对。库珀对之间有一种吸引力，使得它们可以克服原子核的排斥力，并且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运动。这种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量子波函数，也就是说，库珀对可以表现出量子力学的特性。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库珀对可以穿越障碍物而不受影响，
这就是为什么超导体没有电阻的原因。BCS 理论就像是一个神奇的咒语，它可以让电子变成酷摆队，并且让它们自由地飞翔。但是这个咒语并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发挥作用的，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生效。比如，物质必须是金属或者合金，温度必须低于一定值，电流必须小于一定值，磁场必须低于一定值等等。这些条件就像是咒语的发音，如果不准确就会失效。BCS 理论只能适用于一些低温度和低电流的超导体，称为传统超导体或者第一类超导体。在1986年之后，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新型的超导体，称为非传统超导体或者第二类超导体。这些超导体有一些与 BCS 理论不符合的特性，比如更高的临界温度和更降的耐磁性。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完全解释这些特性的理论，所以非传统超导体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在这些非传统超导体中，最令人惊讶和引人注目的就是韩国 LK99 常压室温超导体了。LK99 是一种可能的室温常压超导体，它具有灰黑色外观，并且具有六角结构。LK99 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基于一位韩国物理学家崔东植教授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非传统的超导理论，称为 ISB 理论。ISB 理论认为，超导性质不是由电子之间的配对产生的，而是由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。崔教授根据这个理论，预测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高温超导体，并指导了他的2位学生李希培和金志勋进行实验验证。LK99 的研发过程和突破是怎样的呢？根据发现者的报告， LK99 中最关键的材料是铜和氧。他们发现，在高温下， LK99 中的铜和氧会形成一种新颖的结构，称为 LK99 结构。这种结构具有非常高的对称性和稳定性，并且可以使得铜和氧之间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。这种相互作用会使得 LK99 中的电子形成类似于库珀对的配对，从而表现出超导性质。不过，这种解释还有很多不清楚和有争议的地方。比如 LK99 中的电子配对是如何形成的？它们是什么样的结构和性质？它们和库珀对有什么异同？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理论来探索和验证。想象一下，你在玩一个拼图游戏，每个拼图都是一个原子。当你把拼图放在一起时，它们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。但是，如果你把拼图放错了位置，图案就会变得混乱。LK99 就像是一个完美拼好的拼图，它里面的原子都排列得非常整齐，并且彼此相互作用。这种相互作用会使得电子形成配对，从而产生超导性质。超导体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材料，它可以在极低温度下让电流无限地流动，而不会产生任何能量损失。这就像是一条没有任何阻力的溜滑梯，电子可以在上面自由地滑行，而不会被任何障碍物阻挡。超导体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11年，当时荷兰物理学家海克、卡莫林、昂内斯在实验室里冷却了一块汞，发现它在 4.2K 零下 268.95 摄氏度以下的温度时，电阻突然消失了。这个惊人的现象让昂内斯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也开启了超导体的研究之路。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超导体，比如金属、合金、陶瓷等。他们也发现了超导体的一些奇特的性质，比如梅森效应、约瑟夫森效应、量子液化等。但是，这些超导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，就是它们都需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工作，这就限制了它们的实际应用，因为要达到这样的温度，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设备。所以，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高温超导体，也就是在相对较高的温度下就能表现出超导性质的物质。1986年，一个重大的突破发生了。瑞士 IBM 公司的物理学家贝德诺、穆勒和乔治·贝德诺发现了一种含有铜氧化物的陶瓷材料，在 77K 零下 196.15 摄氏度以下的温度时，可以表现出零电阻。
这个温度已经高于液氮的沸点，所以这种材料被称为高温超导体。这个发现让2位物理学家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也引发了全世界对高温超导体的热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韩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韩国在超导体领域有助优秀的人才和设备，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推动超导体的发展和应用。例如，在1990年代初期，韩国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温超导体电力系统试验场。在2000年代后期，韩国又开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温超导体电力系统示范项目。在2018年，韩国还成功地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长和最降大的高温超导体磁铁。这些成就都展现了韩国在超导体领域的优势和贡献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韩国的一组研究人员在1999年发现了 LK99， 一种声称能在常压和高于127摄氏度 400K 的温度下表现出超导性质的物质。这个发现让全世界震惊，因为它远远超过了之前已知的最高超导转变温度。如果证实属实，那么 LK99 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常压室温超导体，也是科学界最重大的发现之一。LK99 的研发过程和突破是怎样的呢？根据发现者的报告， LK99 是由一种叫做兰纳克石 Pb2SO5 的矿物和一种叫做铜磷化物 Cu3P 的化合物通过固态反应合成出来的。兰纳克石是一种含有铅和硫的矿物，它在自然界中很少见，但可以人工合成。铜磷化物是一种含有铜和磷的化合物，它有着很好的半导体性质。这两种材料在高温下会形成一种新颖的结构，称为 LK99 结构。LK99 的发现者是谁呢？他们是由来自韩国量子能源研究中心 TUERC 和首尔大学物理学系的一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。他们中最核心的人物是金东勋教授，他是 TUERC 的创始人和主任，也是首尔大学物理学系的教授。金东勋教授在超导体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贡献，他曾参与过多项国际合作项目，并发表过许多高水平的论文。他还曾经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日本东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。金东勋教授带领了他的团队，在1999年完成了 LK99 的合成和测试，并在2023年向全世界公布了他们的发现。如果韩国 LK99 常压室温超导体的超导性质得到证实，那么它将有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得到应用。例如，在能源储存和运输方面， LK99 可以用来制造高效能的电池和电网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安全性。在交通运输方面， LK99 可以用来制造磁悬浮列车和电动汽车，减少污染和碳排放。在医疗健康方面， LK99 可以用来制造核磁共振成像仪和放射治疗设备，提高诊断和治疗的精度和效果。LK99 技术还可能带来许多改变，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， LK99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应用。在节能减排方面， LK99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效率，降低能源成本和浪费。在科学技术方面， LK99 可以促进新材料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。当然， LK99 也带来了一些挑战，例如在技术上，我们需要解决如何大规模生产和应用 LK99 的问题。在政策上，我们需要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，以确保 LK99 技术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。在社会上，我们需要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，提高人们对 LK99 技术的理解和接受度。总之，韩国 LK99 常压室温超导体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材料，它可能会在许多领域中得到应用，并为人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。当然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创新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 LK99 超导体可能看起来很遥不可及，好像只有科学家才能接触和使用。但其实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参与到 LK99 的研究和发展中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参加一些科学展览或者讲座，了解 LK99 的最新进展和应用。
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些科技教育的机构或者活动，帮助培养下一代的科学家和创新者。我们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平台，分享我们对 LK99 的看法和想法，与其他人交流和讨论。当然，要做到这些，我们需要在科技发展中保持一种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。我们要敢于探索未知的领域，不要害怕困难和挑战。我们要愿意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，不要拘泥于旧的观念和习惯。我们要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，不要轻易的否定和批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和便利。最后，你知道 LK99 超导体和冰淇淋有什么共同点吗？答案是，它们都是冷的。笑，好吧，这个笑话可能不太好笑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LK99 超导体是一种在常压室温下就能达到超导状态的材料，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科学成就。谢谢大家。